我的眼睛怎么感觉这么奇怪？垃圾桶价值55元，桶壁厚度1.2毫米，布料质感单薄。井盖价值60元，盖板厚度3厘米，铸铁材质普通。难道是那个玉坠，让我的眼睛能看到物品的价值和来历？怎么了，医生？是我妈又出了什么事情吗？你妈妈的住院费已经超期3天了，医院这边不能再垫付了。如果今晚之前还交不上，只能办理出院手续了。我一定会凑齐医药费的。赵小姐，你妈妈是癌症，后期的化疗和药都要钱。以你的家庭条件，不如把你妈妈接回去，好好享受这剩下的日子。不管多少钱，我都会救我妈妈的。我现在有了这个眼睛，刚好可以去古玩市场看看，说不定呀，能捡到什么漏。怎么都是些假的？要是再找不到值钱的东西，妈妈就真的被赶出医院了。南宋鎏金银碗，纯银鎏金工艺，预估价10万元。10万，刚好够妈妈的医药费。老板，你这碗卖不卖啊？这小姑娘看着不懂行，正好趁机赚一笔。小姑娘有眼光，这可是我祖上传下来的宝贝，据说是以前宫里流出来的，一口价1万块。1万？对，少1分我都不卖。一口价1万块。1万？对，少1分我都不卖。1万？你简直是胡扯！你个老头子懂什么？这可是我祖祖辈辈传下来的，怎么可能不值钱？我说1万块已经是最低价。我在古董界混了40余年，什么样的宝贝我没见过啊！你这个碗呐，就是个普通的一个碗，最多啊值50块钱，你就别欺负别人，那小姑娘不懂行啊！你胡说，这碗的手感和重量都不一样，绝对是老物件，你就想故意压价？摊主这恼羞成怒的样子，肯定是不知道这碗的真实价值，想宰我一笔。你要是不卖的话，我可就去别的摊位了。哎，等等，这碗放着也没什么用，好不容易遇到一个冤大头，总比砸在手里强。行吧，行吧，50块就50块，就当留个回头客。咋回事啊？好，慢走。丫头，我看你呀也不是干这一行的，你怎么会花50块钱买一个别人用过的2手碗呢？老爷爷，这个呀可不是普通的镀金碗，这个呀可是南宋的鎏金碗，价值至少10万块啊！这个碗你怎么看出来它是南宋的鎏金碗了？刚才我看了半天，没有看到什么特别的地方啊。啊，那个我就是对这方面比较感兴趣。那个老爷爷，我得先走了，我妈还在医院等着我凑医药费呢，我得先去找买家了。你别急，你这么一说啊，我还对这个碗感兴趣了，能不能让我再仔细的看一看呀？啊，好，您看。好嘞。哦，这碗壁刻有梅花的图案，5瓣花纹清晰可见，
那工艺精湛，的确是南宋的鎏金碗呐。哎，哇，在古董界可混了40多年了，自认为自个儿的眼光独到，没想到今天看中了眼，倒是你这个小姑娘一眼就看出了碗的真面目。你的眼力啊，真是了不起啊！老爷爷，您过奖了，我呀也只是碰巧才发现的。我妈呀现在在医院里面急需用钱，我本来是打算把它卖掉去凑医药费的。嗨，你别找人了，我要了。这个卡里啊有20万，足够你妈妈交医药费了。不，老爷爷，这碗呀才值10万块钱，我不能收这么多钱的。不多，你来了。一来这个碗在我手，它会有更大的价值。另外，我真心喜欢这个宝贝儿。二来呢，我看你呀有我年轻时候的影子。哎呀，你有孝心，这10万就算我输给你了。不过，我想请你给我帮个忙。老爷爷，您请说。我明天呢要举办一个私人鉴定会，把我的藏品啊展览一下。我请了很多收藏家。我看你眼睛独到，我想你请帮我长长眼，看看我这些展品有什么问题没有。私人鉴赏会上肯定有很多珍贵的古董，说不定啊还能再找到一些值钱的宝贝。到时候不仅能还清老爷爷都给的10万块，还能给妈妈凑更多的后续治疗费。好，老爷爷，明天呀我一定准时到。啊，太好了！来，这是邀请函，上面有地点、有时间，你明天呢准时来。这是我的名片，我的联系方式都在上面。谢谢老爷爷，那明天见。明天见。鉴赏会怎么会开在这个地方啊？眼光好，心地好，是口说之才。要是我的孙女没有丢的话，也应该这么大了呀。老爷爷的鉴赏会怎么会开在我们家？赵氏古董行在古董界很出名，老爷爷又是很厉害的鉴宝师，或许他跟我母亲很熟识，才借用下别墅的吧。老爷爷果然是古董界的泰斗，收藏的宝贝个个都价值连城。哎，这位是谁啊？我怎么从来都没见过？唉，刘总，这您都不知道，那我更不知道。不过看他穿的破破烂烂的，没准是门卫不小心放进来的。赵欢，连车都撞不死你，你还真是命大！现在居然还敢来爷爷的私人鉴赏会！哎，这是什么呀？姑娘来了，看着怎么样啊？我这些展品还能入你的眼吗？老爷爷，您的藏品呀都很精美，都是难得的珍品呢。自从我被赵家收养，这老头子始终对我不冷不热，现在居然对赵欢这么热情，难道赵欢是想攀上老头子，好让老头子把赵氏古董行传给他？不行，绝对不能让他得逞。你想不想知道今天的重头戏啊？是什么呀？你马上就会知道了。感谢诸位赏官来参加鄙人的私人鉴宝会。今天啊，我特意准备了一个特别的展品。李福，老爷，
这画笔墨苍劲灵动，且保存完好，绝非凡品啊！赵老是赵氏古董掌权人，眼光向来毒辣，他这藏品啊，绝非凡品。但这幅画一看就来历不凡呐。接下来啊，我要给大家宣布一件事儿：谁能够看出这幅画的来历和价值，我将收他为徒，把我毕生积累的鉴宝经验传授给他。赵老可是国家级的鉴宝师，在古玩界的地位无人能及。谁要是收入他的门下，那简直是祖坟冒青烟了。当初京城的张家可是备了数万亿的拜师礼，想他儿子拜了赵老为师，他都拒绝了。这怎么现在又突然想起收徒了？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，谁要是能做了赵老的徒弟，那以后在古玩界还不得横着走？要是我能让爷爷收我为徒，那赵欢这辈子都别想跑我头上。赵氏古董行也只能是我的，那就让我来说说吧。赵倩，她怎么也在这儿？这幅画的内容是富春江两岸水色，山峰起伏争秀，作者的勾勒、皴擦、点染技艺高超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这幅画应该是元代画家黄公望的真迹《富春山居图》。从这纸的颜色上看，确实有可能是元代时期的作品。不愧是赵氏古董的千金，这眼界还有鉴宝能力，不是一般人可以比拟的。子明卷，价值500万，明末画家临摹，仿《富春山居图》之作。这画虽然是价格不菲，可并不是黄公望的真迹啊！老爷爷怎么会收藏一个仿品呢？听说这幅《富春山居图》早些年被一位神秘卖家以3000万的高价买走了，没想到这个卖家是你呀！3000万！怎么说，老爷爷也是我妈妈的救命恩人，不能看着他被蒙在鼓里。这幅画根本就不是黄公望的真迹，是仿品。你胡说八道什么啊？你个土包子，能懂什么鉴宝？竟然敢在这里信口雌黄！我没有胡说，这幅画就是仿品。虽然它模仿得很逼真，无论是从笔法还是意境上来说，都跟黄公望的真迹有几分相似，但只要仔细观察，就能发现破绽。破绽？能有什么破绽？我看你就是嫉妒我知道这幅画的来历，故意在这里捣乱。大家可千万别相信他，他就是乡里来土包子，这辈子都没见过什么好东西，能懂什么鉴宝？赵小姐可是赵氏古董的千金，从3岁就跟着赵老学习鉴宝，她的眼光肯定不会有错。这个小姑娘恐怕就是想哗众取宠吧，想借着赵老的名气在这里出风头，还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啊！我没有胡说，这幅画就是仿品。赵欢，你一个从乡下来的土包子，能懂什么鉴宝？该不会是跟你那个乡巴佬的妈学的吧？你那个妈就是个扫大街的，能识几个字都不错了，还懂什么鉴宝？真是好笑！你说什么？我说错了吗？你那个妈就是个没文化的乡巴佬，你从小跟着她长大，能有什么见识？还在这里冒充什么鉴宝大师？我看你就是自取其辱！够了！你敢不敢跟我赌一把？如果这幅画是仿品的话，就当众给我和我母亲道歉。光道歉都没意思，谁输了，谁就给对方磕3个响头，说自己有眼无珠。好，一言为定。恳请各位为我做个见证，免得呀一会儿有人赖账。这赵倩说的也太过分了，她可是赵氏古董的千金，咱可不能为了一个来历不明的小丫头轻易开罪的。丫头啊，如果你能证明这幅画是仿品，我给你做主。居然能让老头子为你说话，赵焕，你就等着给我磕头道歉，正好让老头子看看你这个赵家真千金是多么愚昧无知，而我才是最适合继承赵氏古董行的人。这幅画确实是《富春山居图》，价格不菲。赵焕，你这就认输了？但是
这幅并不是黄公望的真迹，而是明末画家临摹的字卷。说下去。各位请看，这幅画用的是宣纸，纸体质地偏挺阔，而黄公望是元代的人，所用的纸大多数是皮纸，纸体质地偏软且韧性极强。这上面印的可是乾隆印章，绝对没错，怎么可能是仿品？我看你这是凭空猜测。这是乾隆印章没错，可据《石渠宝笈》记载，乾隆皇帝早些年间将明末的字文卷错认成了黄公望的真迹，他在上面印满了章，而这一点更是说明了这就是明末的临摹之作。你这都是道听途说。老爷爷，我知道我这么说会有些唐突，但这幅画确实是仿品，我不想你因为这幅画收错了徒弟，也不想大家被蒙在鼓里。我爷爷刚刚都说了，这是他多年珍藏，怎么可能是仿品？我看你就是故意打我爷爷的脸。爷爷，丫头啊，你说的没错，这幅画它就是仿品。赵倩喊他爷爷，难道他居然就是我的亲爷爷？好啊，这么多年了，总算有人看出这幅画的猫腻了。大家有所不知，早年我这个老头子眼拙，错把这个仿品当成了黄公望的真迹，高价买了回来。事后我才发现真相，真是羞愧无比呀！我就把它收藏起来，摆在日日能见的地方，提醒自己，在鉴宝之道不能有半分的疏忽啊！这小丫头居然真说对了，年纪轻轻，鉴宝能力这么厉害，真是人不可貌相啊！是啊，像他这种眼界和见识，还真不是一般人家能养出来的。说不定他真是师承高人。丫头啊，你年纪轻轻，你的眼力就这么毒辣，而你的心思很正，不贪不躁，是会鉴宝的好料子啊！我问你，愿意做我的徒弟，接我的衣钵，将来传承赵氏的鉴宝手艺？我愿意。好，从今以后，你就是我赵汝霖的关门弟子。站住！赵倩，我们的赌约你是不是忘记了？什么赌约？我不记得。刚才可是你说的，谁要是输了，就跪下来磕3个头，并且说自己有眼无珠。怎么，你想赖账吗？爷爷，我可是赵家人，她就是乡里来野丫头。要是我给她磕头道歉，这传出去，岂不是打我们赵家脸吗？难道连我的亲爷爷也要偏袒赵倩？也对，毕竟他在赵家待了这么多年。爷爷，爷爷，早年你在古董店偷偷的出售仿品的时候，我就跟你说过，你不要叫我爷爷。我们赵家没有这种心术不正、唯利是图的孙女。爷爷，那都是我一时糊涂，我现在已经改了。改了吗？我看你不但没有改，而且变本加厉了。刚才是你咄咄逼人说谁输了，说这跪下磕头道歉，我在旁边听得一清二楚。今天要是这个姑娘输了，按照你的秉性，你能饶了她吗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妈，你可算来了！我跟他打赌打输了，他就揪着我不放，非要逼我跪下磕头，还让我给那个穷酸养母道歉，故意羞辱我。逆女，我把你接回赵家享福，你3天2头给我惹是生非，现在居然还欺负起你妹妹了，你眼里到底还有没有我这个妈妈？有没有赵家的规矩啊？妈，是他先要和我立赌约的，他现在就想反悔。我只是让他履行承诺，我有错吗？你还敢顶嘴了？走！你刚才说什么来着？这丫头就是我们10案多年的赵家的孙女儿。爸，
当初找到赵欢的时候，本想第一时间就告知您，只是这孩子缺乏管教，3天2头给我惹是生非。丫头，怪不得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就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。你果然是我赵家失散多年的亲孙女啊！你呀，我看你脑子是被猪油糊了，一味的袒护你这个养女，还不分青红皂白的打你的亲闺女，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爹啊？啊！丫头，放心，以后你有爷爷在，我看谁敢再欺负你。走。丫头，让你受苦了。你妈妈当年不小心把你弄丢了，我可找了你10几年了。没想到你在外面受那么的苦，是我们赵家对不起你呀。爷爷，您也别太自责了。这些年啊，我过得也不苦，我的养母对我很好。好孩子啊，上天有眼，在我有生之年，终于找到了我的亲孙女了，而且你还能继承我鉴宝的手艺，这个是我这一辈子最高兴的事情。这可是我们赵家的传家宝啊，和田玉佩。我早就盼望着我能够亲手交给你。爷爷，这我不能收，这实在太贵重了。哎，你是我唯一的亲孙女，我不交给你，我交给谁呀？拿到吧。那好，爷爷，我会保管好它的。打开看一看。仿汉代凤纹玉佩，价值800元，现代染色工艺，预制为普通，人工做旧处理。爷爷，这玉佩是假的。这玉佩是假的。什么？是假的？这不可能啊！我们家传了几代了，是你太奶奶亲手交给我保管的，这不可能是假的啊！爷爷，您别急，您看。这玉佩乍一看呀是和田玉，实则它的油脂光泽略淡，内部结构粗糙，质感偏刚，这应该啊是革料。你要是不相信的话，可以用强光手电照一下，看一下它的内部是否分布着均匀的白色棉絮。真的，它的内部的棉絮清晰可见了，太羞耻你了！你这么大的狗胆，敢调包我的传家宝！爷爷，您别气坏身子，您仔细想想，到底有谁能接触到这个玉佩？这个传家宝，我当成我们家的最珍贵的宝贝，你收在收藏室啊，只有李福和我能进这个收藏室。美红，给我滚进来！老爷，您找我。李福啊！我们家的传家宝被人调包了，是不是你干的？啊，老爷，真是冤枉！我跟了你20多年，从来没有拿过你任何东西啊！对了，老爷子，前2天赵倩小姐过来，她说想看看收藏室的古董，还想跟你学鉴宝，对，还特意提起这个玉佩。我看她态度真诚，就把她让进过来了。去，快把这混账鬼给我叫过来！要问问他，谁个大的胆子敢动我的传家宝？好的，我走，老爷。老爷，夫人和赵小姐。爸，这么着急把倩倩叫过来，是出了什么事儿吗？鉴赏会那边的客人都还没散完呢。赵倩，你居然敢把我们的传家宝换成假的了啊！我们赵家养你10几年，没想到养成了一个小偷。爷爷，我没有换这个玉佩，我也不知道什么是传家宝，您是不是误会了？爸，您说这玉佩是假的？这可是咱们赵家传了好几代人的宝贝啊，怎么可能是假的？爸，倩倩绝对不敢这么做的，这其中一定是有什么误会。
你还不说实话是吧？收藏室到处都是监控，我现在就叫人调出监控。别！是我一时糊涂拿了玉佩。我听说和田玉佩是赵家最珍贵传家宝，我一直想看看它长什么样子。那天我进收藏室，看见它放在柜子里，我一时糊涂才……妈，爷爷，我知道错了。爸，倩倩年纪还小，一时糊涂犯了错，您就原谅她一次好不好？回头我一定好好管教她，坚决不让她再犯浑了。她这么大了，还是个小孩啊！啊，她的这些毛病都是给你惯出来的。赵倩，你还不把这个玉佩交出来？啊，爷爷，我一直把它收拾的好的，没有一点损失。汉代凤凰佩价值5000万。爷爷，这玉佩是真的。我们家最讲究诚信和规矩，你这个不讲诚信、没有规矩的人，就不配做我们赵家的人。从今天起，你滚出赵家！从今天开始，你给我滚出赵家！不要，爷爷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好不好？妈，你就给我求求情好不好？爸，倩倩虽然犯了错，但是念在她是我看着长大的份上，就饶过她这一次好不好？规矩就是规矩，谁都不能违反，他必须滚出赵家。可是明天就是古董大亨王老举办的交流会，这早都已经定了，倩倩代表赵家出席，这临时爽约，王老那边恐怕说不过去呀。不讲诚信，没有规矩，手脚也不干净，他就不配代表我们赵家出席这个交流会。赵欢已经是认祖归宗了，是我们赵家正儿八经的接班人。明天就由他去参加交流会。爷爷，你放心，明天你大胆的去。明天的交流会啊，也对你的鉴宝能力的一次历练。我们赵氏古董行以后啊，还靠你撑起来了。爸，这可万万不可呀！赵欢这才刚回赵家，对古董界的规矩是一无所知，而且他都没有参加过这种大型的交流会。万一出了什么差错，丢的可是整个赵家的脸面啊！刚才在宴会厅，这丫头一眼就识破了仿品，飞机的头头是道，比赵倩要强100倍。爸，可是别说了，这个事情就这么定，谁要不同意，谁就给我滚！赵欢，凭什么一回来就要抢走我的一切？你等着吧，我一定不让你好过。明代和田碧玉雕魏寿百件，价值1500万元，玉质温润通透，雕工古朴传神。这里的东西，花龙纹盘，价值420万元，金花发色沉稳，釉面匀净，胎质细腻。果然跟爷爷说的一样，个个都是精品啊！原来是你啊！我是刘氏古董的老板，昨天在赵老的鉴宝会上见过你。别人姓张，是个收藏家。张总、刘总，你们好。哎，刘总，你这拿的是个什么呀？这是我前2天花5万收的一个小玩意，想着今天来王老的鉴宝会，顺便让王老给长长眼。什么东西啊？让我先看看。明代银花钱，价值15万元，镂空浮雕，工艺复杂。刘总啊，你这次是被坑了呀！这就是枚普通的银花钱，最多就值1000。不能吧？我看这做工挺复杂的，还以为是什么好东西的。我在古董界混了这么多年，还不至于一个银钱都坑。刘总，能给我看看吗？刘总，你这枚可不是普通的银钱啊！小姑娘，
你别仗着自己昨天误打误撞的认出了那副仿品，就可以在这儿大言不惭。我虽然不如赵老和王老，但还不至于眼拙到一个银钱都看错。一枚银钱都看错。我无意在前辈面前卖弄，不过呀，这枚银钱确实比较稀有。张总，您看错也实属正常。哼，我告诉你，我自从干古董以来就没看走过眼。小姑娘，你说这不是普通的银钱，何出此言呢？二位请看，这普通的银钱上面啊，只有一面带字，工艺简单；而这枚银花钱采用的是镂空雕花技艺，在银片的两面都雕上各种各样的图案，而且啊，这图案的细节刻画都十分精细。说的不错，这就算是带有图案的银钱，也不是很稀有啊。我家里就收藏了一堆。这可不是普通的图案，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，这上面印的是天官赐福，这应该是明代宫廷用来祈福的银花钱。这上面真的刻的是天官福星，这真的是天官赐福啊！我看古董行这么多年，居然比不过一个小丫头。像这种稀有的银钱，至少价值15万。小姑娘，你可是帮我大忙了。小丫头虽然年纪轻轻，但眼力却不一般呐。既然认识，这是明代专制的银花钱。看了眼生，不知道是哪家后辈啊？王老先生好，我是赵欢。王老，你有所不知，这位是赵老爷子昨天刚收的关门弟子。赵老不是一向不收徒弟吗？居然收了个关门弟子，真是奇事啊！这位赵小姐啊，还是赵老失散多年的亲孙女。她不仅刚刚认出了这枚银花钱，而且啊，还在昨天认出了赵老那幅《富春山居图》的仿品。原来如此，既然是老赵的孙女儿和徒弟，眼光自然差不了。正好，我也有件东西想请你品鉴品鉴。王老先生的藏品必然是精品，我能一见啊，是我的荣幸。各位，这方天皇印章是老夫前段时间花高价收买的珍品，据说是清代名家的人生之物，这次带过来让大家品鉴品鉴。王老好眼光，这天皇质地细腻，色泽温润，一看就是上等料，真是难得的宝贝啊！可不是嘛，这清代天皇呀，它本就稀缺，还刻有名家款式，这价值更是不菲啊！王老，你的收藏眼光是越来越毒辣了。现代仿田黄印章价值500元，普通连江黄石所制，印纹刻痕深浅不均。小丫头，你看这方印章，说说你的看法。恕我直言，您这方印章是假的。赵欢，自己在家胡说八道就算了，居然敢来王老家的后来捣乱！你怎么来了？你以为怕让老头子就能把我踢走？想得美！我在赵家待这么多年，手里人脉数不胜数，进一个交流会简直轻而易举。王老，你别听他胡说，他就是乡下来的乡巴佬，根本不懂什么鉴宝。之前说那画是仿品，根本就是误打误撞，瞎猫碰上死耗子罢了。小丫头，你凭什么说这方印章是假的？王老，您这方印章看似是田黄，实则是用普通寿山黄石微制而成的仿品。你少在这信口雌黄，微制的仿品怎么可能色泽这么温润？也就是你这种乡巴佬才会把真宝贝当成假货，是不是假货？一看便知。真正的田黄质地细腻如凝脂，用手触摸会有一种温润且粘手的质感。而这方印章触手偏干，且带了几分石粉气息。再看这印纹，清代名家雕刻多讲究藏锋不露，转折处圆润自然。而这方印章的刻痕忽深忽浅，边缘还有很多毛刺，
显然是现代机器雕刻后人工打磨修补后的痕迹。这么一说，确实有点不对劲啊！这刻痕看着是有点生硬啊。您别被他给骗了，田黄种类繁多，本身就很有差异，机器仿的，怎么可能这么真？他就是想这个印章哗众取宠。还有最关键的一点，微制仿品为了模仿田黄的色泽，通常会经过高温处理，内部结构会变得松散。黄老，你用强光手电照射这印章的侧面，就会发现这内部分布着不均匀的裂痕，而真正的田黄内侧都是均匀的萝卜纹，绝无这种人工打磨的痕迹。这印章内部确实有隐约可见的细碎裂纹呢。赵小姐说的分毫不差呀。丫头，说得对，这方印章的确是假的，都怪我太心急了，没有检查清楚就收了回来。赵欢，你当着说王老藏你是假的，岂不是在和王老眼拙？岂不是在和王老眼拙？王老，并非我有意扫您的兴，只是鉴宝这一行最忌欺瞒。您花高价收回来的东西理应知道它的真实情况。丫头严重了，老夫在这古玩界摸爬滚打半辈子，不至于连真话都听进去。你能一针见血的说印章是假的，还能条理分明的说出它的破绽，这份眼力跟胆识，老赵呀没看错人，能帮我识别仿品，免得我以后怕出更大的丑。我应该谢谢你才对。至于有些人，只要挑拨离间，搬弄是非，真当大家都是糊涂人呐。王老说的没错，见宝先见人。赵小姐的这份坦诚还有胆量，值得敬佩。赵小姐不愧是赵老的亲孙女啊，眼力非同一般啊！乾隆3连喜，价值10亿，由一整块田黄石雕成，宫廷顶级雕刻师所作。10亿？可是这盒子里明明没东西，难道盒子有暗格？王老，其实您没有亏。此话何意？这盒子里的东西价值10亿。丫头，你说真的？可这锦盒除了那个假印章外，再无其他东西了呀？哦，哎呀，丫头，你也不用说这种话来哄老头子开心。做鉴宝的哪有不打眼的？就当交学费了。赵小姐，我刚才看得清清楚楚，这盒子里确实只有这方假印章，哪来什么值10个亿的宝贝？赵小姐，你肯定是看错了。这10个亿的宝贝怎么可能装在这种普通锦盒里啊？再说这王老是什么人，他能看错吗？赵欢，你不是想说这个盒子值10个亿吧？就算是金丝楠木做的，也不值10个亿。我就说你就是想哗众取宠。王老，我能看看这盒子吗？对。我的眼睛明明看到这里有个价值10亿的玉玺，这盒子一定有暗格。你别装模作样了，真当在场人都是傻子吗？我劝你还是赶紧滚，别丢我们赵家脸。你闭嘴！这盒子果然暗藏玄机。怎么说？王老，您不妨摸一下这锦盒的底部，是不是有一个微微的凸起啊？哎，好像的确有个机关。您不妨试着摁一下这凸起的地方。哎呀，这里面真的藏有东西！王老，里面到底什么东西？真能值10个亿？这暗格做的也太隐蔽了，要是赵小姐不说，咱们谁能看出这锦盒还有个暗格啊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赵欢就是瞎猫碰上死耗子，这破盒子里根本不可能有什么天价宝贝。这锦囊做工精细，边缘绣着紧密的缠枝连纹，一看就不是凡品呐！哎呀，我还能捡到如此的漏，小丫头，这次真谢谢你了。要不是你，我这辈子都不知道这个盒子里面还藏有如此的秘密。王老，您过奖了，快打开锦囊看看，里面有什么呀？对啊，王老，快打开，让我们看看一眼。能藏这么隐蔽，这肯定是个稀世珍宝呀！是啊，快打开！好。
怎么又是一个印章？不会又是假的吧？这个看着比刚才那个精致了不少呀！啊，这是乾隆皇帝玉玺！王老，您没有看错吧？这如果真是乾隆玉玺，那可是顶级国宝。这玉玺可是乾隆皇帝的御用私印，是正统皇权的象征啊！世人只知道有这么个东西，没想到它居然就在这个盒子里。没想到，真没想到呀！原来那个印章只为了掩人耳目，真正至宝藏在这锦盒之中。丫头，你可真是我的贵人呐！王老，您言重了，还是您有先见之明买下了这个锦盒。丫头呀，你就别打趣老夫了。王老，说不定这东西是假的。刚刚张相也说了，这东西只在书中出现过，有谁见过真人？赵欢，你凭什么说这是价值10亿的国宝？这话好像也有道理，确实没人见过这乾隆玉玺。这玺的雕工异常精美，不像是假的。这玉玺啊，绝对是真的。你又要随口编什么理由糊弄大家？判断玉玺的真假呀，无非从3个方面：材质、雕刻工艺以及文献佐证。这玉玺啊，一看就是用原生寿山田黄石所制，其内部呈朦胧半透明的冻状感。各位可以打灯看一看。确实如此。这玺是由整块田黄雕刻，转角圆润自然，没有任何粘痕，是清代造办处顶级匠人的绝活。而且呀，这玺小巧规整，符合乾隆御用小玺的规制。现在工艺这么发达，说不定是有人找田黄仿制的。不可能，这玺啊，经过了200多年的宫廷收藏、近代流转形成的自然皮壳，是化学做旧无法模仿的。说的不错，我虽然没有见过真品，可我曾研读过《乾隆宝书》，里面记载着乾隆玉玺的尺寸、形制和印纹，跟我收的玉玺是一模一样的。所以啊，这块玺就是乾隆皇帝的私印无疑。听说这款田黄玉玺可是乾隆所有私印当中最受重视、流传最广、地位最高的一方啊！王老，你能得到这款玉玺，真是因祸得福啊！在拍卖市场，普通的玉玺成交价都动辄数千万，更何况这是乾隆玉玺。赵小姐说它价值10亿，此言不虚。这乾隆玉玺啊，可不止10亿，它可是无价之宝，竟然被我误打误撞给买回来了。丫头呀，多亏有你，要不然我就把这盒子给扔了。哎呀，是你帮我找到这无价之宝，我应该谢谢你才是。能让这珍宝现世啊，我也很高兴。赵焕，你怎么知道这里面藏着玉玺的？这暗格做得如此缜密，连王老都没发现出来，你是怎么知道这里面藏着价值10亿的国宝的？这话好像有点道理。赵小姐怎么肯定这盒子里藏着宝贝？是啊，就算你眼力再好，可你也不可能隔着盒子看见里面呀。难不成你会透视？难不成你会透视？不能让别人知道我眼睛的事情，否则一定会招惹很多麻烦。赵倩，你小说看多了吧？哪有人会什么透视眼啊？那你怎么解释？你能从盒子外面看到里面有玉玺？我只是在之前鉴宝的时候接触过类似的机关锦盒，知道这类存放贵重物品的机关锦盒通常都会设有暗格。再加上我刚才观察这类锦盒的时候，发现它的体积和重量有些不匹配，底部的手感也略有异常，这才猜测呀，里面另有乾坤。你胡说，这种特制机关极为罕见，你一个新来的土包子怎么可能见过？赵倩，你从刚开始就一直在处处针对我，现在又污蔑我会什么透视眼，你到底安的什么居心啊？这赵欢小姐见识不凡，知道锦盒里有暗格也不奇怪。我看呐，你就是嫉妒赵小姐抢了你的风头。你胡说，我才没有。好了，大家都别吵了，偷视一事简直无稽之谈。
欢丫头凭自己的本事帮我找到了无价之宝，是我的一大幸事。可是，至于赵倩你一直针对欢丫头，我一直看在眼里，我要把这事情如实告诉老赵，让他好好管教管教你。欢丫头呀，我真是后悔没有早点认识你，让老赵呀提前收你做了关门弟子。你要是不嫌弃老头子我才疏学浅，愿不愿意认我做的干爷爷呀？是我的荣幸，干爷爷。既然如此，我就把这乾隆玉玺给你当做见面礼。不，这太贵重了，我不能收。哎，这玉玺呀，是你找到的，你要不收，就是看不起老头子我。拿着。好吧，不过呀，这个只是暂时存放在我这里的，等爷爷什么时候想要了，随时过来取。赵欢，凭什么所有人都喜欢你？这一切本该是属于我的。昨天啊，老王给我把你在交流会上的事啊都跟我说了，你真是好样的，给爷爷长脸啦！是我侥幸才发现了那盒子的奥秘，要是爷爷你在场的话，肯定也能发现的。你就你这天啊！你不但发现了玉玺，你还能讲出它的来历，你真让我刮目相看啊！那是，也不看我师傅是谁。哎，对了，听说老王把玉玺送给你了？我只是暂为保管，将来呀是要还回去的。哎，赶快给爷爷看一看。哎，你的脸色怎么这么难看了？爷爷，这玉玺是假的啊？颜色死板，工艺粗糙，它就是个仿品。怎么会这样呢？我明明把这玉玺锁在我卧室的抽屉里面，门窗都关好了，怎么可能会被调包呢？你说什么？玉玺被调包了？什么调包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妈，您看呀，昨天王老把价值10亿的玉玺交给他保管，这一看就是假的，肯定是赵欢见财起意，自己偷着换人假的，想把真的占为己有。赵倩，你少血口喷人！玉玺一直放你房间，除了你还能有谁碰到？我看你就是想把真的卖了换钱，好换成假的调包，好蒙混过关。赵欢，倩倩说的是真的吗？你要是缺钱，你可以跟我说呀，你怎么能做出偷换宝贝这种事情呢？这可是王老送你的呀，这事情要是传出去，不仅丢的是你的脸，还会连累赵家。妈，我没有，不是你自己换的，还能是玉玺长腿跑了？爷爷，这次您可不能偏心了。这赵欢刚回到赵家就做出这种事情，这要是不查清楚，这以后啊还不知道要偷我们家多少宝贝呢。赵倩，你这么着急给我定罪，该不会这玉玺是你拿的吧？我没有。那你心虚什么呀？你才心虚呢！你没有证据，但是血口喷人。赵倩这么心虚，一定有问题。难不成被他藏在别的地方了？说不定啊，这玉玺就被你藏在了这包里。你胡说！你反应这么大，一定有问题。赵倩，你敢给我看看你包里的东西吗？这是我的私人东西，你没有权利翻看。我看你就是故意要侮辱我。哎呀，我可是在还你清白呀！要是你心里没鬼的话，为什么不敢让我看你的包啊？把包拿过来。爷爷，这真的是我的私人用品，哪有什么玉玺啊？赵欢，他就挑拨离间。再说一遍，把包拿过来。李福，把包给我拿过来。
的不是我干的，我真的不知道玉玺怎么会在我包里啊！肯定是赵欢，就是赵欢干的，他就是看我不爽，他故意这么做的。刚才你死活不让我看你的包，你以为我瞎了啊？上次传家宝你掉了包，我就看在你妈的份上饶了你一次。原来以为你会改邪归正，没想到你变本加厉，居然动了30个亿的玉玺。今天谁说的没有用，必须把你赶出赵家去。倩倩，我平时是怎么教你？你太让我失望了。你们有什么好东西？有什么资格说我？老头子，我待在赵家这么多年，我无论怎么讨好你，你都看我不顺眼。要不是因为你们赵家荣华富贵，你以为我想待着吗？倩倩，怎么跟爷爷说话的？他不是我爷爷，我也不是你亲生的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。你和他一样，想把这个赵氏古董行栽到这赵欢爷牙疼。你给我闭嘴！不用你赶我走，我自己走。不过我告诉你们，赵氏古董行大部分客户都被我拉走了，没有我，赵氏古董行就等着倒闭吧。你妈，你没事吧？还有没有哪里不舒服的？乖女儿，是妈妈一时糊涂，错怪了你，被赵倩的丫头蒙了心。这段日子一直对你恶语相向，还动手打了你，你不要怪妈妈好不好？妈，我没怪你。丫儿啊，你太激动了，好好的静养静养啊！爸，赵倩把咱们古董行怎么样了？唉，他真是个白眼狼啊，养虎为患。他趁乱把我们镇店之宝低价转他手下的公司，而且当然还说要把我们大部分的客户卷走啊！什么？妈，身体要紧，古董行的事情还有我跟爷爷呢。爸，都怪我太信任赵倩了，这些年把古董行的大小事务都交予他处理，才会让他有机可乘。妈，爷爷，你们放心吧，这2天呀，我就多去市面上跑跑，我一定能够再找一件镇店之宝回来，把失去的客户都慢慢找回来。哎，对了，我想起一件事儿，明天在城南有个大型的股东拍卖会，那里一定有不少宝贝儿，你明天就去看一看。这里啊是1个亿，你呀随便挑，这看中了你就买回来，我相信你的眼力。好，我一定不负所望，为赵氏古董行再找一件更好的镇店之宝回来。哎，赵小姐，又见面了。来了，坐坐坐。哟，这不是我们赵家大小姐吗？怎么不在家里抱爷爷大腿，跑了这拍卖会干什么？难道你还想凭着那点破运气在捡漏？赵倩，你少在这里小人得志。我来这里干什么？好像与你无关吧？我当然知道你来这里干什么。你不就是看我抢了赵家镇店之宝，觉得赵家快坐不住了，来这儿找个新宝贝撑个面子？可惜啊，这古董讲究的是文化和底蕴，不是靠你那点破运气就可以的。我就不相信你这个从乡下来的土包子能在这挑到什么好东西，我还等着你们赵家古董行完蛋呢。这就不劳您费心了。尊敬的各位来宾，欢迎来到本次大型古董拍卖会。拍卖会马上开始。本次拍卖会共有6件重磅藏品，每一件都是经过我们拍卖行精心筛选的稀世珍宝。别废话，赶紧开始。好的，下面有请我们的第1件
隆年间的瑞兽钮印章，上面的雕塑来自乾隆年间的宫廷造办处，起拍价2000万，每次加价不得少于100万。倒是个好东西，但当镇店之宝还不够。2500万，2800万，3000万，3100万，3500万，5000万，5000万，5000万第一次，5000万第二次，5000万第三次，成交！恭喜这位小姐获得了本次拍卖会的第1件藏品。这赵健不过是赵家一个养女，他怎么出手如此阔绰？刘总，你有所不知，听说前段时间这个赵健跟赵家决裂了，不仅卷走了赵家的大半资产，还卷走了赵家不少老客户。现在这个赵健是有点得意忘形了。没想到这赵家养了他几十年，竟然养出个白眼狼。赵欢，看到没？只要我想要的，就没有我得不到的。只要有我在，今天你就别想挑到任何好东西。能被你买走的，能是什么好东西啊？死鸭子嘴硬，等着瞧吧。下面一件拍品是我们的明代宣德炉，此拍品是由当年先罗国进贡的封魔铜所制，宫廷奋指铸造，至今已有600年的历史。铜质温润，宝光内敛，起拍价1000万。2000万，2500万，3000万，3500万，4000万。赵小姐是和赵健杠上了。赵小姐这刚认祖归宗，就被赵健卷走了大半家产，这事放谁身上都不舒服。这俩人水火不相容的，我看这次拍卖会没咱们什么事了。赵欢，你非要跟我作对是吧？拍卖行的规矩，价高者得。你要是没钱拍不起的话，就趁早认输呀，别在这里浪费大家的时间。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。6000万。6000万，这6000万买个香德炉，这也太败家了。是啊，这宣德炉最多就是3000万，这多出来的钱可不去打水漂了。这位小姐报价6000万，有没有更高的报价？6000万一次。怎么不敢跟了？我就说你根本没能力跟我抢，赶紧趁早回去抱那老头子大腿吧。赵健的新公司刚刚成立，正是用钱的时候。现在他手上的现钱一定不多，如果能用这个仿品把他手里的钱套出来，即使后面再有什么珍宝，他也没能力跟我争。6000万2次，6000万1个亿，1个亿，1个亿。赵欢，你是故意的。我只是按规矩出价呀，你要是不敢跟的话，大可以放弃啊。赵小姐，不要意气用事啊！这个宣德炉不值那么多钱。是啊，赵小姐，你可千万别冲动啊！就算你想跟赵倩较劲儿，那也不至于花这么大代价呀。这1个亿，这足够买好几件珍品了。两位前辈不用担心，这宣德炉啊，本身确实不值这个价，但是这炉子里面的东西啊，可远超1个亿呢。什么东西啊？等我拍到了，再跟您细说。上次赵欢就在网友的锦盒里发现价值10亿的3连息，难不成这宣德炉里也藏着什么宝贝？这位小姐报价1个亿，还有哪位贵宾要加价的吗？1个亿1次，1个亿2次，1个亿1亿1000万。鱼儿上钩了，继续跟呀！这个宣德炉我是在理，就算你出再高的价，我也奉陪到底。
位小姐出价1亿1000万，还有要加价的吗？1亿1000万1次，1亿1000万2次，1亿1000万3次，成交！恭喜这位小姐拍得了我们的藏品明代宣德炉。我说了你抢不过我的，蠢货！你说什么？我想请问一下，藏品成交之后还能退回拍卖行吗？土包子！拍卖会拍下东西，一旦成交，绝对不予退换。连规矩都不懂，还敢来拍卖会丢人现眼？这位小姐说的不错，成交不退是拍卖行的铁律。如果竞品成功之后要求退款，不仅已付的货款不会退还，而且会没收开拍之前缴纳的保证金。你该不是想让我把宣德炉退了，然后自己买回去吧？你想得美！只有你这个蠢货才会花1个亿买一个假货。你说什么？你敢再说一遍？花天价买了个仿品，还以为自己捡到了宝，这可不就是蠢货？你少胡说八道！我看你就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，就是嫉妒我拍到这个宣德炉，故意在这里造谣污蔑。赵小姐，这话可不能随便说。这家拍卖行开了10几年了，在业内口碑一直不错，会不会是你看错了？是啊，我在他们家拍走很多藏品了，确实没有假货呀。听见没？连张总和刘总都这么说，你还敢狡辩？我看你就是见不得我好，故意在这里搅局。这宣德炉啊，是不是真的不是我说了算，也不是你赵倩说了算，不妨把这宣德炉拿出来给大家鉴赏一下，这样不就清楚了吗？赵倩，你敢把这宣德炉拿出来给大家看一看吗？还是说你其实心里也没底，怕被大家戳穿这是假货呀？有什么不敢的？把宣德拿来，让大家看看，也好让某些人死心。大家尽管看，这宣德炉铜质温润，包浆自然，上面还有大明宣德年制的款式，绝对是真品无疑。这看着挺像那么回事的，铜色温润，包浆也不像是人工做就的。这款式看着也规整，不像是假的。可赵小姐的鉴宝能力不一般，这你我都见识过。她既然都这么说了，那肯定是有把握的。她毕竟还太年轻了，这宣德炉的鉴宝啊本就复杂，一时看走眼也正常。我就说嘛，就你那点破鉴宝本事，不过就是瞎猫碰上死耗子，好运而已。还真以为自己有多厉害，能一眼识到所有假货。我看你就是嫉妒我，故意在这里胡说八道。看在你曾经是赵家人的份上，我就让你亏个明白。各位请听，真正的宣德炉是由暹罗的风墨铜所造，铜质清纯，杂质极低，敲击的声音清脆悦耳，余音悠长。而这只炉子声音发闷，很显然这就是普通的黄铜所制，铜质粗松，杂质较多，这根本就不是什么风墨铜。大家再看这包浆，看似自然，实则这是用化学药剂浸泡做就的，用手触摸会有一种黏腻感。而真正的老包浆，手感温润干爽，带着一种岁月沉淀的质感。你胡说！这包浆明明是自然形成，怎么可能是化学做就？是不是真的，一试便知。麻烦拿一杯清水和一张棉布过来，谢谢。大家请看，
真正的老包浆深入铜骨，与铜器融为一体，绝对不会这样被轻易擦拭掉。只有化学做制的假包浆，才会一擦就掉，露出这下面的底色。不可能！不可能！至于你刚才说的，上面有宣德年制的款式，真正的宣德炉的款式，字体遒劲有力，粗细均匀，而这只炉子的款式看似工整，实则笔画僵硬，转折处毫无神韵。很显然，这就是现代机器雕刻而成的。经赵小姐这么一说，这款式确实有点问题，这笔画太死板了。刚才还没注意看，这现在一看，确实根本就没有枫墨铜的细腻感，这就是普通黄铜啊！不可能，这不可能是假的！拍卖行怎么会卖假货给我？拍卖行也未必知道这是假货，这东西啊，做的有几分特性，普通人很难分辨。想必拍卖行也是被人给骗了。刚刚可是你自己说的，藏品一旦成交，绝对不予退还。哎呀，可真是可惜那1个亿呢！你是故意的，故意抬价，诱我花高价买这个仿品。嘴和手都长在你自己身上，是你自己眼红抢拍，非要抢下这个假货，可没人逼你。你这个贱人，所以你从一开始就设计好全要得着王李三。赵倩，说话注意分寸，刚才大家可是看得清清楚楚，明明是你自己非要跟赵小姐较劲，抬高价格，现在拍到假货了就恼羞成怒，真是没一点气度。没错，是你自己学艺不精，看不清宝物的真假。赵小姐好心提醒你，你居然还骂她。两位前辈不用担心，这宣德炉啊，本身确实不值这个价，但是这炉子里面的东西啊，可远超1个亿呢。什么东西啊？等我拍到了，再跟您细说。小子，你真当我是小猪？赵环，你真当我是傻子吗？我刚刚都听见了，你说这宣德炉里有远超1个亿的宝贝，你根本就是想骗我这个炉子是假货，等我气急败坏扔掉它，你再偷偷就捡回来，把里面的宝贝据为己有。对啊，赵小姐，你刚刚不是说这里面有宝贝吗？我确实说过里面有宝贝，但那也只是我的猜测呀，随口一说的玩笑话罢了。没想到居然有人当真了。少骗人了！如果不是因为这炉子里宝贝，你怎么可能宁愿花1个亿也要买下它？怎么可能没有？赵倩，你真是蠢到家了！要不是我故意说这里面有宝贝，你怎么可能会花1个亿买下这假炉子呢？你居然敢骗我！赵倩，赵倩，贪心不足蛇吞象，你自己被利益冲昏了头脑，怪不得别人。要怪就怪你自己太蠢了，才会这么轻易就上了我的当。赵环，我跟你没完！赵倩，这里是拍卖会，不是你可以随意撒野的地方。就是，我们是来竞拍藏品的，你这样胡搅蛮缠，耽误的是我们大家的时间，我们还要看后面的藏品呢。你们拍卖行卖假货，我要去告你们！我要让你们赔偿我的损失！这位小姐，我们拍卖行的邀请函上写的可是清清楚楚，我们拍卖会并不保证拍品的真伪和质量，全靠各位自行辨别。我们拍卖会只是提供一个交易平台，并不负责任何藏品的真假界定。这位小姐，你要是再无理取闹，我可就要请保安把你请出去了。拍卖会继续进行。赵环，你给我等着，这笔账我迟早给你算完。让大家见笑了，这点小插曲并不会影响拍卖会的继续进行。让我们有请我们的第3件拍品，来自清代乾隆年间的粉瓷酒陶天球瓶。
赵欢，你坑了我又怎么样？这马上就到最后一个藏品了，到现在你还一件藏品都没有拍到。这要是没有镇店之宝，这过不了多久你就得眼睁睁看着赵氏古董行倒闭了。之前几件藏品，要么年份不足，要么工艺不够顶尖，担不起镇店之宝的名头。如果最后一件再不尽人意，确实麻烦。各位来宾，接下来是我们拍卖会的压轴藏品。这件拍品比较特殊，我们拍卖行的几位鉴宝专家对其研究许久，始终对它的来历和价值争执不下，所以并未预设起拍价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们拍卖行不仅卖假货，现在还要让我们花钱买这些来路不明的东西？来历不明的东西你们也敢拿出来拍卖，这不是明摆着坑钱吗？就是啊，你们拍卖行今天是怎么回事？要是再这样，以后我可再不敢来你们拍卖会了。各位稍安勿躁，先听我把话讲。我们老板说了，这件拍品呢，只要有人能说出它的来历以及价值，解答我们老板的疑惑，直接相赠，分文不取。傻子才信，肯定是骗人的。当然是真的，我们老板一诺千金，绝不反悔。那这把布掀开，我倒要看看是什么宝贝，值得这么大张旗。我当什么宝贝值得这么大阵仗？原来就是个破铜器，这看着就像从那旧货堆里面捡出来的破烂，浑身都是铜绿，造型也这么丑，这最多值几百块钱。我看你们拍卖行真是没东西卖了，拿这种废物来凑数，确实不像个好东西啊！你看，这青铜器整体比例失衡，似顶非顶，做工也粗糙，看着就像哪个小工厂里粗制滥造的。我还以为压轴的是什么稀世珍品，没想到这么寒酸，难怪不敢定起拍价，原来根本不值什么钱。早知道是这么个破烂玩意儿，刚才我就提前走了，真是浪费时间。各位都是行家，有谁能说出它的来历吗？还能有什么来历？不就是个破铜烂铁，这送人都没人要，能有什么收藏价值？我看呀，你们还是赶紧把它收起来，别在这丢人现眼。西周厉鬼，无价之宝，西周初期铜簋，厉鬼内底铸有铭文，价值无可估量。有哪位来宾能说出这件藏品的来历吗？既然没有人能说出这件藏品的来历，那么本次拍卖会到此结束。等等，这位小姐，您知道这件藏品的来历吗？赵欢，我看你啊，还是别在这哗众取宠了。这是个人都看得出来，这不就是个满身铜绿的破铜烂铁吗？这造型不伦不类的，你该不会又要说这是什么稀世珍宝？赵小姐，这看着就是普通的铜鼎，难道有什么特别之处？这不是鼎，不是鼎，那是什么？这造型看着就跟鼎差不了多少啊！诸位，这绝对不是鼎，而是厉鬼。我在古董界摸爬滚打这么多年，只听说过鬼，还没听说过厉鬼。这该不会是你随口编出来的名字吧？鬼，先秦文献里面有记载，是古代人用来祭祀的礼器，体型厚重，饰有兽面纹。哎，你别说，这东西和已出土的鬼倒有些相似。不过赵小姐刚刚说的厉鬼，还真是闻所未闻。是有些相似，但还是有所不同。赵小姐说她是厉鬼，闻所未闻。赵欢，你可真敢编呐！厉鬼，我看你是为了找到赵家镇店之宝，急得脑子都糊涂了，连这种无中生有的话你都敢说。这位小姐，你能说的再详细一点吗？比如说它的年代、用途以及具体价值。你还真信他呀？他就是个骗子，就是为了白嫖你们东西，这故意说出来的谎话。我并非胡言乱语，这厉鬼不是普通的鬼，而是西周时期所铸的青铜簋，有着极高的历史价值。这是西周时期最流行的方座簋，腹部下垂外骨，跟这个簋呀一模一样。而且这上面刻的夔龙纹和蝉纹，正是西周时期所盛行的。这个厉鬼呀，采用的是西周初期的工艺，虽然历经千年布满铜绿，但仍然能看出它当年的精湛工艺，所以说它有极高的史料价值。
麻烦拿一个手电筒过来，顺便再找一张软布。大家请看，这内底铸有铭文，这正是西周初期的经文，字体古朴苍劲，历经千年青石依旧清晰可辨。这些密密麻麻的刻痕啊，正是当年所铸的铭文，这上面记载了周武王伐纣的具体时间和经过。这字体，这章法，确实有西周经文的韵味，笔画凝练，结构匀称，不像是仿品。不可能！赵小姐啊，可你为什么称他为厉鬼？是因为我看到了铭文所记，当年牧野之战大获全胜之后，功臣立因战功赫赫，获得了武王的嘉赏。为了纪念这场载入史册的胜利，功臣立这才命人铸造了这座青铜簋。赵小姐说的不错，这上面刻的字确实把这鬼的来历刻得清清楚楚。这厉鬼的价值啊，从来不在于它的器型和它的工艺，而在于它内底的铭文。这是印证武王伐纣这一历史事件的唯一实物证据。这厉鬼的价值无法用金钱来衡量，它既是见证了重大历史事件的实物，又是西周青铜铸造工艺的代表。说它是无价之宝都不为过。赵小姐，既然你认出了这厉鬼的来历和价值，按照承诺，我们将分文不取赠送给你。我不同意！既然是拍卖会，理应价高者所得，凭什么白送给他？这位小姐，我最早已经说过，只要有人能说出这展品的来历，无论是谁，皆分文不取，直接相赠。赵倩，你自己学识不够，现在赵小姐凭真本事拿到了藏品，你就开始在这里胡搅蛮缠，真是太过分了。就是，刚才我们大家都亲眼见证了，赵小姐说的句句在理。这件藏品就该是属于他的。这厉鬼确实是无价之宝，我受之有愧啊。我刚才已经跟老板打电话确认过了，他说赵小姐慧眼识珠，能识破这厉鬼的真面目。这份眼力和学识，他十分欣赏，让您收下，这是他的心意，还请您千万不要推脱。麻烦替我谢谢老板。没想到我居然没花1分钱就找到了这样足以撑起赵氏古董行的镇店之宝，妈妈和爷爷一定会很开心的。赵欢，凭什么？凭什么你次次都这么好运？环丫头啊，真是好样的！现在整个古玩界都在传你在拍卖会上的事情，你一眼就识破了西周厉鬼，你这眼力和见识，真是鉴宝寨的奇才啊！不愧是我赵汝霖的孙女。欢儿可真是咱家的小福星。自从他把那尊厉鬼带回来，摆在店里大堂，咱们赵氏古董行的门槛啊，都快被人给踏破了。有不少藏家都是特意从外地赶过来，就想亲眼看看咱这宝贝，连带着店里的其他生意都跟着兴旺了不少。之前被赵倩带走的那些个客户，有好几个都特意回过头来跟咱们继续谈合作呢。妈，爷爷，你们真是太过夸奖我了。我呀，只不过是在爷爷交给我的古籍上看了那么一点点的记载，又凭借了那么一点点的运气，这才猜出来那是厉鬼的呢。哪有你们说的那么夸张？老母亲营古董界几十年，经过的古迹、经手的宝贝儿，那不计其数啊！我都认不出来青铜鬼的来历，你仅凭铭文和器型就断定他是西周的厉鬼，这表明你天赋异禀啊！你可给我们赵家争足了脸面了，以后在古董界谁不高看咱们一眼了啊？丫头，你看看这个铜镜怎么样？秦王赵古镜价值10亿元，高稀青铜与云铁合金铸造成型。爷爷，这东西你哪来的？爷爷，这东西你哪来的？这个铜镜啊，是早年我这个老朋友那里得来的。我看它就是一个普通的铜镜，就放在身边做个练一下。怎么，丫头，你感到它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吗？爷爷，这可不是普通的铜镜。你这话说的都引起了我的好奇心了。它不就是一个普通的
铜镜嘛，你看有没有特殊的铭文？这个镜面也不怎么光亮，还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啊？是啊，这个镜子看上去平平无奇的，这边缘还泛着些铜绿，它就是寻常的古物啊，也不是什么稀世珍宝啊。这呀，可是秦王传说中的秦王照古镜啊！什么？这就是那个传闻中能照见人体经脉、洞察人心的神镜？西京杂记上的确有记载，说秦始皇啊有一个神镜，人只要站在他面前，马上五脏六腑的看得一清二楚。可是历朝历代没有人见过这个实物啊！哎呀，这世上哪有这么神奇的东西？肯定是皇上看错了。正由于啊，传说的太神奇了，所以没有人敢相信这是真的事儿。爷爷，传说可能是假的，但这枚呀，就是秦始皇所铸的那枚铜镜。您看，这镜背的龙凤纹线条古朴刚劲，是典型的秦代工艺啊。说的不错。再看它的材质，这可不是普通的青铜，是高稀青铜与陨铁合金铸造而成。您掂量掂量，是不是比普通铜镜要重得多呀？分量就是不一样。不过，即算它是秦朝的铜镜，那也必定是秦始皇的造古镜啊。还有最关键的一点，你看这镜面看似斑驳，实则呀是因为合金特殊，历经千年才没有严重腐蚀。都说这照古镜能够透光，咱们试试不就知道了。这光束产生的影子，真是宛若人体经脉图啊，太逼真了。原来如此啊，这真是传说中的秦王的造古镜啊，那它堪称国宝啊！这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，咱们赵家居然藏着这样的宝贝。爷爷，这镜子的价值啊，远超10亿，而且它的历史意义更是不可估量。有了它和厉鬼啊，咱们赵家古董行的地位再也没人能撼动了。好啊，好啊！没想到我赵汝宁这辈子还真的能见到传说中的神镜啊！黄丫头啊，可真是感谢你这双慧眼啦！我们赵家这次可真的见到宝啦！老爷子，赵倩小姐来了。她来干什么？她做了那么多忘恩负义的事情，现在还有脸回来？自从咱家有了厉鬼这镇店之宝，之前被他拉走那些客户又都回来了。我估计他的公司呀也是彻底扛不住了，这才回来找咱们求和的。夫人想的没错，他确实说今天特意来道歉的，不仅归还之前低价转走的古董，而且还说送来一件宝贝献给老爷子。我不稀罕他什么宝贝儿，让他给我滚！爷爷，先别着急赶他走，咱们古董行最近客人激增，正好缺些像样的藏品来补充货架。他既然说要归还古董，不如让他进来看看。如果他真心悔改，我们再另做打算；如果他另有所图，我们也好当面拆穿他。也罢，让他进来，我倒要看看他还要耍什么花样。爷爷，妈，之前都是我的错，是我被朱由蒙了心，才做出对不起赵家的事情。今天我是特意来给你们道歉的，这些都是我从古董行拿走东西，我已经让人打理过了，一件不少还回来。你别在这儿装模作样了。你当初卷走客户、偷走藏品的时候，你想过今天没有啊？你现在装你我可怜的样子给谁看？倩倩，做错事情是要承担后果的。赵家待你不薄，你却做出那种吃里扒外的事情，我们对你已经仁至义尽了。爷爷，妈，这是我特意找来宝贝，想送给你们，弥补我之前的过错。这个是汉代的古文玉饰，玉质纯净，工艺精湛，我托了好多关系才从一个藏家手里买来的，价值连城。哼，
你以为你拿了一件玉饰就能抵消你以前的所作所为吗？看着确实像稀世的珍品。王侯墓出土关内玉石，价值300万，选用上好和田玉所制，但伴有拱身防腐残留。这玉有问题，这可是我花大价钱买来的宝贝，能有什么问题？你就是见不得我好，故意挑拨离间，想让爷爷和妈妈永远都不原谅我。不要碰它！这块玉石确实是选用上好的和田玉所制，工艺啊也算得上精湛。可这玉饰并非普通的玉饰，这是王侯墓出土的关内玉饰，上面伴有汞砷等防腐残留。这些有害物质经过千年渗透，早已渗入玉质内部，长期接触会对人体造成极大伤害，轻则头晕恶心，重则损伤肺腑。赵倩，你老实交代，你这个玉饰到底从哪弄来的？我就是从藏家手里买来的。赵欢，他就是想诬陷我，爷爷您可不能相信他的话。大部分文物出土之后，为了防止其带有有害物质，都会根据其材质做针对性的去毒、除菌、稳定化处理。处理完之后，还会做最终防护。像玉这种材质的文物，为了隔绝空气、湿度，还有人手油脂，都会在表面喷涂一种可逆性的保护树脂。你带来的这块玉石根本没有做任何防护，这块玉石根本就是非法出土的文物。你胡说！我明明是从正规藏家手里买来的，手续齐全，怎么可能是非法出土？爷爷，您闻一下就知道，这块玉饰上隐约带着一丝淡淡的腥气，这就是汞砷残留长期挥发形成的味道。经过正规处理的玉饰是绝对不会带有这种味道的。就有一丝不易察觉的腥气。赵倩，你到底从哪弄来的？这玉饰，无论是放在家里，还是从古董行出售出去，后果都不堪设想。赵家待你不薄，你这么做到底是为什么呀？哼，你不应该问我为什么这么做，而是应该问这个野种为什么要回来。我就是不甘心，凭什么赵欢一回来就能得到一切，而我在赵家待了10几年，最后落得一无所有的下场。我不好过，你们谁也别想舒心。赵倩啊，赵倩，你走到今天这一步，全是你自己咎由自取啊！我们赵家历来看重的不是财富和宝贝儿，而是品行和良知。而你呢，心思歹毒，唯利是图，你根本就不配做我们赵家的人。李福，把他和这个御史一起送到公安局去，告他买卖非法出土文物。是。没想到我养了他这么多年，居然养成了这个样子。妈，这不怪你，这都是赵倩她自己心术不正。花丫头啊，今天你是慧眼识珠啊，不然我们都遭殃了。爷爷，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，只是这古董行之前一直交给赵倩打理，我担心啊，还有很多像玉饰一样的非法文物。你说的对，过几天了，我们把我们的仓库的宝贝儿全部筛选一遍。我们古董行绝对不能收那些来路不正的文物。你不但鉴宝能力出众，你心思还这么缜密。我们赵氏古董行有你在，我赵汝霖放心了。爷爷妈，我定会不辱使命。往后我会带着赵家的规矩和初心，辨世间珍宝，守心中正道。好。